大家好，我是坤侯。今天呢，我们来开始学习12长生位。我会把一个长生位一个长生位的讲给大家去理解学习。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长生位。那长生位代表的这个含义呢，有5点。第一点呢，就是好奇心会非常强。第二点呢，就是总是乐观积极向上的，不会悲观。第三点呢，就喜欢学习各种各样新鲜的事物，容易博学难精，变成万金油了。第4点呢，就是特别喜欢旅游，喜欢到各个地方去。第5点呢，就是很难坚持到底，有点童子煞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八字里面有长生位的人，就会容易出现以上的这些特征。但具体呢，我们还看他的长生位到底在什么地方，可以进行一些更加精细的判断。那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案例1。那这个案例1呢，庚金日元生在4月。那这个巳火呢，就是这个庚金的长生地。那我们先不去判断它整体八字构架，我们就判断它的这个长生位是在月。那么在月呢，是代表这个人的整个青壮年时期，那可以从20岁开始一直延展到60岁其实月柱对一个人的影响都是特别大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在整个青壮年时期都是一种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月柱嘛，也是社交关系宫位，那代表的这个人可能他就会非常喜欢和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人去交朋友，喜欢到处去玩，喜欢到处去旅行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然后自己呢也会比较容易去创业去尝试各种新鲜的事情，就会有这种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1。那案例1呢，就是丙火日元出生在虎年。那这个寅年呢就是丙火日元的长生位。那长生在年，那就代表他其实从小就是一个自信心十足的一个孩子嘛。那从小就是喜欢学各种各样的东西，接触各种各样的新鲜的事情，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心强的一个人。但是呢可能也从小会养成一种很难坚持到底的这种情况。所以说面对这样一个长生位在年的孩子，他首先我们可以理解为怎么说呢，就是家庭给他的帮助特别大，家境环境各方面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如果说教育培养跟不上，那很容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什么都学一点，但是都不精通，那变成万金油了，发展空间可能就会比较的有限了。这个就是长生位在月在年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在日在时呢，在日的话可能对一个人终身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可能他的在年月的话，通常来说这个人的精力也好会偏向于外在环境，很喜欢和人相处就有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但如果说是在日时的话，那可能这样的人就会偏向于更加的内倾。比如说我是丁酉日柱的，我就丁火日元制作长生位，那其实我就不会特别的想要去交朋友或者说到处去看一看之类的。我就喜欢整天就待在我这个工作室里面自己研究一些东西自己学一些东西，更加偏向于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是这个长生位在年月的呢，他挖掘的更多是外部的这种世界挖掘外部世界为主。而这种长生位在日时的呢，更多的可能会偏向于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都是世界，一个是外世界，一个是里世界，那个可能就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生位在时柱的，那可能是晚年生活会非常的丰富。那当然了，也代表这个人可能对待子女方面会特别的上心，或者说对待晚辈会特别的上心，他的很多精力会放在自己的晚辈身上就会有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总之这个长生位它还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宫位。但是是吉是凶，我们不能光靠一个长生位就来判断，还是要通过整个八字命盘综合的来判断才可以。但是呢在大家知道每一个长生位的特性之后，你就可以把整个八字
判断完的情况下，把我教给你的这些特性再添加进去，作为一个佐证作为一个参考，那你分析的维度就会更加的广阔，就更加的精细了。好，希望今天的课程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